号称家居之王的居然之家董事长汪林鹏很出人意料呀，他是7月23号刚刚结束留置，结果4天之后呢就出事了。近2年呀，他已经被留置了3次，现在看呢肯定是扛不住了。居然之家之前最蹊跷的事情呢，就是借壳上市，疑点重重啊。当时啊，居然之家估值是356亿，他借的壳呢是武汉中商，只有17亿的市值，差了21倍。这种交易啊是比较难的，一般呢要配套融资或者是搞债务支持。但是武汉中商呢直接发了股票，就把这个借壳呢给搞定了。一般呀没有这么玩的，而且呢这种交易呢没个1-2年时间啊根本就做不完。但是居然之家呢从立项到完成只花了9个月时间，大家都觉得呀他这也太顺利了。更蹊跷的是啊，在混改里呢一般国资是不会出让控制权的，但是这一次呢国资心甘情愿成了小股东，然后呀居然之家的一个股东在停牌之前呢突击买入了大笔的武汉中商股票，复牌之后5个涨停板呀，大家就质疑说了哈，你这是搞内幕交易啊。结果人家说了哈，纯属巧合，这就是把大家当成傻子了。那如果现在倒查呀，会不会跟这些事情相关呢？但是汪林鹏的案例啊，在家居界里绝对不是单一的。红星美凯龙的车建新也被调查了，说是可能跟西南的房地产项目有关系。就这种之前有问题的呀，被调查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但是呢，还有一些老板呀，他是扛不住经营压力了，也出事了。在汪林鹏出事1周前呢，广州的家居教父亮家居的老板曾玉洲也用同样的方式走了。这位曾老板呀是很能吃苦的，他跟员工一起卸货，干完活之后呢，一起吃盒饭，经常干到深夜2-3点。那现在啊，整装全包圆的装修概念是比较火的，曾老板呢就是这种模式的开创者。2008年他就这么干了。后来啊，他的手下就成了同行挖人的一个首要目标。那曾老板最大的基本盘呢，就是和不少房地产项目搞合作，营业额啊1年超过20亿。但是最近几年呀，亮家居的这个付款周期越来越长了，最早是2周，现在是6个多月。门店的接单量呢也是明显下降的，很多门店呀1个月只能接到1-2单，根本就没法维持了。更重要的是啊，他们跟开发商的合作也早就没有了。最后呢，迎来了破产清算。出事前一天呢，曾老板还在跟高管商量怎么发遣散费，烟灰缸里呢全是烟头。7月16号呢，他就发了个朋友圈，说啊，没有退路，坚持就是胜利。但是呢，就是在这天的晚上，他在微信群里就留下一句，说我对不起大家，然后呢，从办公楼里纵身跳下。这种事儿呢还有一些，你像绍兴金点子的老总毕光军，这是纺织界的面料大王啊，7月16号呢也坠楼了。他呢留下了一串的问号，因为到4月份啊，他的公司订单少了30%，供应商的货款呢压了几个月没有结清，银行贷款像一座山一样压着他。他呢没有跟人倾诉，选择了一个清晨结束了56年的故事。还有像西子电梯的掌舵人刘文超，6月份呢他也选择了同样的道路。那就在出事前3天呢，他还发表了正式讲话，笑容啊跟平常是没什么两样的。但是房地产太低迷了，电梯的订单呢自然也就跟着滑坡了。西子电梯的资金链呀早就出了问题，供应商催款催得很着急，他呢还得四处跑贷款，最终呀还是没有扛住压力。你看这3个行业，服装、电梯、家居，跟咱们的生活呀贴的是非常紧密的。但是房地产一低迷呢，很多企业就要面临惨烈的出清了。以前呢有问题的要被查了，员工等着吃饭，银行贷款、供应商的欠款、工资、社保都是压在老板们心头的石头。那老板们扛不动了，就用最极端的方式解脱了。可是问题解决了吗？并没有。这就是经济周期变动给个体带来的极端压力。希望各位老板们要扛住，不下牌桌才有机会啊！大家好，我是大王，我是小汪。刚才大家看到的是居然之家的实际控制人、大股东汪林鹏纵身一跃之后，网友的一个初步分析。后面我会进一步详细分析一下当年的股权转让情况。这位湖北的前首富，身家一度高达数百亿的家居行业的企业家，短短几年之内，从人前的风光无两到黯然落幕，令人不胜唏嘘。而且他还不是个案啊！近期家居行业很多大佬都开始走下神坛，家居行业目前当下已经成为中国最悲剧行业之一。我在网上就看到一个特别触目惊心的数字，就是今年上半年就有超过100家的中国家装企业呢破产倒闭。这是什么概念啊？你想半年的时间，大概也就是180天吧，超过100家的家装企业。那平均大概1天半就有一家家装公司就消失了。看到这个数字，大家可能会想，难怪啊，最近怎么隔三差五就听说一些家装公司的老板出现不测。那么家装行业为什么就突然变得这么悲情了呢？要说你看每家公司，它肯定都有每家公司的难处嘛，也不是说哪个行业就一直顺风顺水下去的。但是如果要深究这个深层原因，其实也不难理解，因为家装行业就是跟房地产行业它是深度绑定啊。现在是整个行业的上下游产业链都陷入了债务危机。
家装行业就是被房地产行业带飞了，在过去20年，那也是非常的辉煌。尤其是近些年来，这房地产的新房就兴起了精装修房，所以整个家装产业就跟着起飞。有一些龙头企业，他们一度收入超过一半都是来自于这些所谓的房地产市场的大单。那为了拿到这些大单，这些家装行业，一个是呢要压价，另外还要垫资去交工资买材料。而且这些房地产企业，他们现在成了甲方，他们给钱可是要看工程进度的，而且尾款拖个1-2年，那都是非常正常的一个事情。但关键问题就是，大家都知道，从2021年开始啊，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呢就开始一个接一个的暴雷，开始下行。那对于整个这个新房市场来说，出现了非常明显的萎缩，家装市场它的新单也就变少了。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旧账啊，它现在要不回来啊，因为这些房地产公司破产的时候，这些装修的债务一般都会被认定是普通债务，也就是说他们拿到钱会非常晚，而且这个新的项目也会非常少。那除此之外呢，整个的新房市场也好，二手房市场都不是特别的景气，所以整个家居行业这盘子明显就变得非常小，钱拿到的少了，但是该还的钱你还得还呢，那不就一个接一个的进入了债务危机吗？而且你也别觉得这就是终点哈，因为这一个一个的坏账到最后都会成为金融行业的隐形炸弹。这样的连锁反应并不是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独有的现象。你看日本在90年代的时候，因为房价暴跌，也是牵连了不光是家装了，还有制造行业，整个消费的信心都被打击，日本经济就直接进入了失去的20年。所以啊，这场危机的尽头到底在哪里，现在还没有完全显现。再来回看汪林鹏事件，年初的时候，市场就曾经传出汪林鹏说要跑路的传闻，汪林鹏还现身辟谣说表示自己没有想退出，也没有想跑。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汪林鹏作为大股东的居然智家公司还公告说汪林鹏被留置了，立案调查。在7月24号的时候又公告说汪林鹏解除滞留并变更为责令候审。在汪林鹏身故之后当天开盘，居然智家发布公告说，公司已对相关事项做了妥善安排，日常经营管理团队呢由高管团队负责，公司的经营情况一切正常。从那天的行情来看，虽然居然智家开盘不久之后就跌停了，最后以2.94元每股收盘，全天下跌了6.96%。目前这个公开信息中也没有透露汪林鹏此前被采取留置措施的这个原因是啥根据居然智家的公告，此前签发汪林鹏留置通知书和立案通知书的机构呢是武汉市汉江区监察委员会，这意味着汪林鹏这次滞留属于监察留置。那有律师就指出，根据监察法的相关条例规定，民营企业负责人被监委留置，意味着可能涉嫌严重的职务违法或者职务犯罪并且监察机关呢已经掌握了他的部分的违法犯罪的事实及依据，但仍有需要有些问题需要进一步的调查。那么汪林鹏从解除滞留变更为责令候查，虽然得以重返工作岗位，但并非代表这个调查工作已经结束，当事人仍旧面临被追究法律责任的风险。汪林鹏他是上个世纪90年代由正转商的企业家2025年的3月份的时候，胡润研究院发布的2025胡润全球富豪榜里面，汪林鹏以125亿人民币身家位列第2188位。汪林鹏在1968年呢出生于湖北省的黄冈市，是一个湖北人。有句老话，天上9头鸟，地下湖北佬。我们来看一下汪林鹏的履历。汪林鹏1968年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市。黄冈这个地名，相信很多家长都非常的耳熟因为我们小时候都做过这种黄冈考试的试卷。上个世纪80年代呢，汪林鹏就考入了北京工商大学。1990年至2001年之间呢，汪林鹏就先后任职于像商业部财会司、中商企业集团公司、全国华联商厦联合有限公司等等。1999年，他迎来了命运的转折点，就在这一年他接手了北京一家年销售额不足3亿元的小型建材市场居兰之家。那个时候居兰之家就还比较小，还是一个小型的建材。之后汪林鹏接手了，就把它发展成了一家连锁的建材集团。在2001年后汪林鹏担任起了北京居兰之家投资控股集团总裁、董事长等职务。再往后呢，居兰之家的牌子就越来越大了，基本上在北京那几年买房然后装修的人都逛过居兰之家。到了2018年的时候，居兰之家呢就宣布获得了几家大型的投资机构的注资，比方说像阿里、泰康集团、云峰基金、嘉华伟业等资本的这些投资机构的联合投资，总额呢就达到了130亿元。
这也让居然之家的估值一下子就飙到了360亿元。从这个履历我们可以看出来，可以说汪林鹏的发家之路基本上是始于北京，但是其发展的高光点却在武汉，和多家湖北的企业呢有密切的关系。2019年，汪林鹏他就回到了自己的湖北老家，找到当时的一家上市公司，叫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让居然之家通过蛇吞象的方式收购，达成了借壳上市。要知道，在武汉中商最初发布这个重大重组公告之前，市值还不到17亿。那武汉中商原来的控股股东是武汉商联，股权穿透之后，实际控制人是武汉市的国资委。2019年12月，居然之家就通过借壳上市，正式登陆 A 股市场首日的收盘市值高达630亿，超越了红星美凯龙、富森美，成为 A 股市场家居卖场的第一股。汪林鹏当时的身价就高达368亿成为当年新的湖北首富。然而，更多的争议也就随之而来了。2023年6月，居然之家解禁34.87亿的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占总股本比例55.46%。随后1周之内，这个居然控股就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合计减持了1.25亿股，占公司总股本约2%。当年的11月，居然控股再度向北京国资委控股的这个金宇集团出让了居然之家10%的股份，交易价格是22亿。这两个大动作都是妥妥的套现行为，因为汪林鹏持有居然控股94%的股权，二级市场减持再加上协议转让，按照解禁日的价格计算，估计他个人套现超过了25亿居然套现了这么多，那最后居然还是没有全身而退。还是当年贾跃亭机智是吧？那2025年3月的时候汪林鹏出席居然之家新春座谈会的时候，全程脱稿即席发言，提到了退休、跑路等等传言。他当时就说，现在外界有个谣传说老汪跑路了，他说他是真没想退，也真没想跑。他说企业家群体现在正值当打之年然后还劝告这个座谈会的人说，在座各位50岁、60岁，相当于过去的30岁将来要活到120、150才行，不能退，退了人生会很无聊那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呢，就是今年的4月8号，在武汉举办的居然之家产学研用这个论坛上，他谈到目前人工智能为家居行业带来了全方位的发展机遇。在房地产这个下行周期，家居行业步入了寒冬时期业绩下滑、亏损倒闭的消息，这个行业消息是比比皆是。居然之家也是受到了不小的冲击。过去呢，居然之家的这个连锁家居卖场的业务，主要就是通过直营和加盟的模式来进行扩张截止到2024年底，居然之家已经在全国累计开了家居卖场407家，购物中心4家，生活超市173家，年市场的销售额超过了1200亿。但很显然，在房地产市场深度调整的这个背景之下，消费者对家居卖场的需求非常明显的就降低了。同时，线上渠道的兴起也导致线下卖场流量减少，尤其现在又是消费降级，很多人在线上就去买那种比较便宜的家具，丑一点或者是不确定质量也没那么在意了所以实体店就面临着非常严重的一个挑战。在2024年12月的时候，居然之家就改名为居然之家，虽然只是一字之差，但是就暗含了汪林鹏当时的转型的决心。就今年以来，汪林鹏多次围绕家居行业的智能化转型发声，他号召要跳出旧的这种商业模式这数据显示虽然居然之家近年来业绩承压，近3年呢，这个居然之家规模的净利润分别是16.48亿、13亿和7.69亿逐年递减。负债率呢也是高居不下，近3年的负债率均在60%左右。为了改变这个业绩的状况，居然之家在业务层面进行了多维度的创新。2023年的时候，汪林鹏就开始推动数字化转型升级，这不是我大舌头是智慧的智但是目前来看，这个数字化改革的成效还尚未体现在业绩当中，而且有放缓的这个步伐我去看了一下居然之家的这个财务数据，其实可以非常一目了然的了解到居然之家这几年的一个巨大变化。比如2020年财年总负债还只有188亿，但是2021年这个负债就跃升到了359亿，增长了近1倍。而相对应居然之家的营收从2020年的90亿也跃升到了2021年的130亿，增长了近50%。这意味着居然之家通过增加1倍的负债，增加了50%的营收，这个扩张的这个幅度极其大胆又激进但是时间点却显然现在看起来是完全错了。
大家都知道嘛，从2019年开始，2021年就明显的房地产已经开始整体下行了，随之而来的必然就是上下游产业链的这个全面回撤。但是啊，居然之家居然在这个时间点发起了全面的上杠杆式的扩张，和市场趋势走向完全相悖，所以最后的结局终于在今年全面爆发了。2024年，居然之家营收129亿，虽然和扩张之后的第一年仍旧持平，甚至还有一些盈利，大概7亿左右哈。但是居高不下的这个负债呀，在2024年仍旧有287亿啊。虽然我们不知道最后的细节到底是什么导致了汪林鹏做了决绝的选择，毕竟外面有很多猜测哈，当然现在都是猜测。但不能回避的一点是，很显然这巨额的负债成了压垮实际控制人汪林鹏最核心的因素之一。根据网友的分析，2025年的2月，原湖北省省委书记蒋超良落马，没几天，然后居然之家的副董事长罗锡安就被带走调查了。这个原因啊，据说在行业里面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了。在2016年的时候，汪林鹏的居然之家不借壳武汉中商上市吗？这笔交易至今看起来都挺离奇的哈。就开头那位视频里面那位网友不已经讲过吗？说市值仅17亿的这个国有企业武汉中商以356亿蛇吞向了居然之家，而且只用了不到1年就完成了。罗锡安就是在这段时间突然就出现在了居然之家的高管位置上。当然，如果要是完全合法的运作，蛇吞象来进行借壳上市也不是没可能哈，因为 A 股也非常多这样的案例。但是这里面是否有一些其他的不合法、不合规的地方呢？那目前没有全面的信息披露出来。那既然汪林鹏被留置观察，那有些网友就分析呢，既然汪林鹏被留置，那说明啊这里面可能有一些蹊跷或者问题在里面。而当年借壳成功之后，成为了家居首富的汪林鹏，就将居然之家的总部从北京搬往了武汉。现在这个家居行业首富啊，已经改为了刘冰，他可以说是躺平的代表啊。他的富森美家居只立足于大本营西南，而且只做家居的卖场。20年来，他居然只开了2个卖场哈。那去年呢，有100多个卖场的居然之家利润是7个亿，只有2座卖场刘冰这个利润也是7个亿，而且这富森美的负债啊只有14亿，负债率只有20%，近5-6年基本上这个营收业绩没有大幅度的变化，都是在14到16亿之间，应该说这个日子啊过得还是比较稳当的。所以说不少家居行业的老板都羡慕他，股民又称他为最牛包租公哈。但是啊，就是这位稳稳当当的包租公，在今年7月24号的时候，也就前几天也被公告留置了。第二天，这个富森美的股价就应声大跌5%。这场席卷家居行业的风暴啊，在资本市场上，连最号称最稳当的这个包租公，现在看来也难以幸免啊。大概率啊，就像我前面讲的，会波及到金融行业。你看这房地产行业的余波的影响力实在是太大了，它不仅不是一经落万物生，反而有一种寸草不生的感觉呀。希望中国经济啊能够尽快想办法，尽快重拾上升的趋势，各行各业，尤其是创业创投，能够再次活跃起来，再次助力企业充满活力。真是非常想念那个五道口咖啡馆里面挤满了创业者的那个蓬勃生机啊！希望能够尽快再现改革开放以来的这个奇迹和辉煌，经济腾飞啊，老百姓的生育率自然就会走强，就会自然有光。本期就讲完了，下期再见。下期再见。